今天啊，咱们接着来聊两会的话题啊。这次两会召开之前啊，外电有一些报道，也包括简中推特上，包括中文 YouTube 博主上，都有人在分析，说啊，这次的机构改革啊，要把公安部和国安系统啊从国务院拿出去，成立一个叫内务委员会。这内务委员会呢，直接划归中共中央管理。这内务委员会的名字大家一听肯定熟悉，前苏联的。是不是就给人感觉中共越来越像前苏联那样一个残暴的独裁统治，是吧？这个消息传的有鼻子有眼啊。但是呢，你看两会召开了，2天之前机构改革方案公布了吧？没有，整个警务系统根本没动。但我看这些人都跟没事人一样啊，又接着分析其他的方面去了，这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做时政分析啊，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依据事实。如果你整天捕风捉影啊，那最后你丧失的肯定是公信力嘛。要我说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呢？我来讲讲我的理由啊。第一个方面，大家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像秦刚外长一样，咱们学一学读宪法啊。宪法第89条第8款明确规定了，公安是由国务院领导和管理。也就是说，公安部归国务院管理是宪法赋予他的这个权利。那再也就是说，如果是公安部要从国务院拿走的话，按照中国的法律得先修宪。如果你不修宪的话，公安部门根本不可能从国务院划走。那有些人说了，中国的法律都是一张纸，有什么可执行的？说改就改了，但说改也要有程序。而且我跟你讲啊，中共它虽然说是不尊重法律啊，这么一个体系，它是一个独裁统治啊，但是在形式上的法律，它搞得还是像模像样的。咱们举个例子，习近平他想连任国家主席，但是呢，他并没有说这个宪法他不改，他就直接连任。他5年前先修了宪法，对吧？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2届的规定，所以这一届他才会连任国家主席。那如果按照这些人的理论的话，那习近平完全没有必要修改宪法呀。他如果不修改宪法就连任，他就变成了一个明目张胆的违法。他们不会这么做的，他们会在形式上把法律的程序都给你走得非常完美，才会做这件事情，让你挑不出毛病。所以，如果公安真的要从国务院拿出去的话，必须首先修宪，在修宪之前根本不可能动这个体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也没必要。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这个国家管理体系实际上分2套，一套是国务院，一套是中共中央。凡是国务院拥有的管理职能那一部分呢，在中共中央那套体系里头也有一个对口的管理部门。比如说国务院有国台办，那么中央就有什么呢？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那国务院有人事部，那中共中央就有什么呢？有组织部。那国务院系统里头有公安部，然后外面还有检察院和法院，对不对？公检法系统嘛。那共产党内部有什么？就有这个政法委。这政法委和这个公检法系统比较起来，这政法委的权力要大于这个公检法，这组织部的权力也要大于人事部。所以虽然说有一个国务院的领导班子，但事实上国务院的这些领导机构，其实共产党对应的管理部门都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咱们就拿这个公安部来讲公安部表面上来讲它归政府管理，但其实政法委书记是可以直接领导它的。你如果是地方的公安局局长，你要受3种管理：第一，你归公安部管；第二，归政法委书记管；第三，归省委书记管。那么在这3条线里头，谁管的最多呢？谁管的最强呢？实际上是省委书记。所以说，公安部事实上就归党管，它并不明确的归国务院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有必要去把这个公安部才从国务院拿出去搞到政党系统里吗？不可能！你真要搞成那样的话，别人不就攻击你了吗？是党政不分了吗？是党国体系了吗？他不会这样授人以柄的。你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要成立人大政协公检法系统国务院呢？目的是什么？目的这一套整个体系就是白手套，就是把明确的这个政党的党国体系变成一个形式上的党和国家分开的体系，让你们觉得这个国家表面上是有一套政府部门在处理、在统治，但其实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嘛？这谁都知道嘛。所以他会明目张胆地破坏这个体系吗？不会，因为破坏这个体系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关于这个公检法和这个政法委的这个权利，我再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
过去我们在形容这个公检法的时候，总是说公检法，公检法。但过去贺卫方写过一篇文章，说正常的国家里面应该是法检公啊，也就是说法院的权力应该最大，公安的权力应该最小。但是在中国颠倒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公安部的部长啊，同时都是政法委书记。过去这个政法委书记在中共体系下是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那时代啊，那也就是说检察院和法院呢，这个都得向他汇报工作，因为他是他的领导。现在虽然不是常委了，也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也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院长，虽然名义上也是一个所谓的副国级干部，但其实你必须得向政法委书记汇报，他就是你的领导。所以在我们国家实质上是党国体系，但是在形式上不是。这种形式上的非党国体系，它会严格的遵守的，这是它的统治需要，也是非常聪明之处。所以啊，在我看来啊，如果你要想真的分析共产党内部体系的一些变化什么的，你首先要了解它。我们今天呢就要聊一聊共产党这一次啊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啊。应该说啊，你可以看过去的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一般来说每隔2-3年、3-5年都要进行一次比较大的调整。早期的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啊，主要是围绕着精简机构。因为改革开放之前啊，国务院的机构膨胀到什么程度？膨胀到有100个左右的直属部门。所以早期的国务院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简化职能。那么后来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后期之后，这个职能就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之后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基本是围绕着职能转变，就是市场中间需要有什么进行管理的，还要成立一个因应的局。比如说过去没有工信部，啊，成立一个工信部，是吧？比如说过去呢，没有发改委，那么发改委涉及到很多审批项目，他就搞一个发改委。所以像这样的机构改革啊，基本上它可以透露出这个中共的经济发展，包括政府管理的一个方向。它设置什么部门，或者说取消什么部门，合并什么部门，也就意味着它的工作重点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要分析这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在我看来啊，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呢，有2个非常大的背景。第一个大的背景啊，就是李克强这个总理任期结束了10年的，李强即将带领他自己的团队啊，就任新的国务院总理，开启未来的10年执政之路。那么李强呢，他其实这个新一届的总理啊，他对自己的国务院的工作，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期待。所以呢，他要在他上任之前就把整个国务院的机构做适当的调整，而这个调整事实上啊，在其实这个2中全会的时候就已经过了，甚至可以说在20大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谋划了，就是为李强这个新的执政团队啊，在机构上先扫清障碍，按照李强这个团队搭建他的管理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第2个大的背景啊，我觉得啊，是中美之间的大国竞合。大家都知道啊，过去这5年啊，甚至可以说10年，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断。一方面呢，有国际政治方面角度来的，也有两岸之间的，也有中美之间的经济领域内的。经济领域内也不太平啊，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川普在任的时候啊，中美之间啊，因为关税问题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呢，中国在美上市的那些企业又差点被退市。再后来，华为事件，包括这个芯片事件。那么也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的话，美国对中国啊现在的经济崛起啊，它说实在的是采取了一种遏制战略。前几天，也就前2天，3月6号的时候，习近平跟工商联进行座谈。我们也在前天的节目里讲过了啊，跟工商联座谈的时候呢，讲了2层意思。一个呢是说这些民营企业家当做自己人，另外一个他提到了一个国际背景。说过去5年国际形势非常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遏制。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原本是跟西方国家进行竞争的，甚至可以说是合作的，但是你们不让我们好好竞争，你就想卡我们的脖子。最明显的就是像芯片，美国现在把这个芯片不让中国用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个华为的手机你就造不出来了。你运载火箭上天，你就受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肯定是觉得非常憋屈，因为在经济领域内受制于人嘛，所以他跟这些民营企业家讲，你们都是自己人，
这美国才是所谓的敌对分子，我们得跟他们干。那么新一届的国务院的领导班子也就意味着调整，要制定未来国务院10年的发展战略。那么这一次的经济体制这一次的机构改革，就是为了未来10年大的中美战略进行竞争过程中间进行了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啊。这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应该说有3大重点。第一大重点呢是科技部重组，也包括知识产权局要适当的要加强。第二个呢，组建数字管理局。第三呢，要成立经管局。这是整个这次机构改革的核心中间的核心。其他的有些不太重要，比如说精简机构啊，不是人口政策由这个卫生部转到了民政部啊，这其实都是一些技术性的边边角角。咱们来分析一下这3大核心改革啊。第一大核心改革，科技部重组。科技部原先管什么？管钱管物，就是国家的科技发展基金呢，有的给企业，有的给地方政府，有的给高校。那么科技部负责这些科研机构的审批和发放，所以过去科技部啊，虽然说在国务院部委中间排名比较靠后，存在感不是特别强，但其实它有权，它这个权是什么呢？就发钱嘛，发物嘛，对不对？但是这一次的机构改革，首先把科技部所有发钱发物的这个职能全部剥离掉了。归农村管的你就给农村农业部啊，归这个卫生部管的你给卫生部，归这个教育部管的你给教育部。那么科技部现在只保留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那么剩下的科技部做什么呢？还要重组，还要加强，它其实就是要制定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要组建，按他们的话啊，组建中国体制下的科技发展的举国体制。这句话令人意味深长啊！大家都了解中国的举国体制啊，就是奥运战略中间的举国体制，是吧？就是中国的一般的群众体育运动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在奥运会上拿金牌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把有限的资源培养少数的运动员上去跟别人争金牌，确实有效。虽然被很多人诟病，说中国一方面比如说射箭也能拿金牌，但民间有几个人会射箭的呀？他这个奥运会金牌跟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群众体育水平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呢，你得承认它有效，它真的能在奥运会拿金牌。所以这一次科技部的重组啊，就是想组建这个所谓的科技发展的举国体制，就是要跟美国在科技领域内进行全面竞争。我猜啊，我自己的分析啊，他就认为中国今天在跟美国进行竞争过程中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量的竞争。因为在体量上，一般领域内，中国已经不怕美国了。美国现在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说实在的，对美国来说也是杀敌8000，自损800啊。因为大量的中国制造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美国现在对中国能够卡脖子的，都是那些高科技领域内的，中国又没有办法，没有替代的。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芯片领域。假如说中国可以在这个高科技领域内予以突破，那么跟美国就再也不怕了，美国就再也难以拿得住中国了。这是我认为他重组科技部最重要的战略，希望在未来的10年之内啊，通过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在这个怎么说这个级别上跟美国进行一场高科技的智力竞赛。包括他这个知识产权局啊，他也想这么搞，因为你要搞高科技的投入，你必须要对这个整个知识产权的体系要加强保护。因为你只有把知识产权的保护搞起来了，民间社会啊才会更愿意投入去搞科技创新嘛。当然它能不能成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实际上是他们的这个所谓国务院机构改革背后的逻辑分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组建这叫数字管理局。这个数字管理局啊，它有2个功能，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发展。所谓的安全，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数据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啊，它实际上是2个平行的宇宙。因为中国有自己的防火墙嘛，数据跟国外之间是不流动的。那么有些数据可以到国外，有些数据他就认为不能到国外。比如说苹果公司搜集的客户信息，他要在中国要求你必须在搞一个云上贵州单独储存。那你比如说马斯克搞的这个特斯拉，那特斯拉随时随地都在收集这个所谓的道路信息，那这些数据到底可不可以到国外呢？比如说滴
滴滴拥有这个10几亿中国人的打车信息，也包括这个车辆的运行信息。那这些信息可不可以送到美国呢？所以信息本身能否运到国外的数字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审批，这是这个数据管理局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第二个就是促进整个数字资产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经济啊，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其实早就不是什么石油啊、矿物啊，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数字啊，就是数据啊。依据数据本身发展起来的企业，才是真正在这个时代过程中间最有竞争力的。你说谷歌是什么？谷歌就是信息处理的公司啊，对不对？包括现在最火的那些人工智能，它都是说实在的处理信息的。你包括中国的你阿里啊、美团呐、滴滴啊，这些公司本质上来讲，资产是什么？它的资产是信息，是数据。说实在的，这些数据发展起来了，才是这个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啊最具竞争力的。所以呢，这个数据管理局本身啊，也肩负着使得推动中国数据资产的发展的这么一个使命。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现在上海和北京都组建了数据交易所，就是要把数据本身资产化，然后进行交易。那么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它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看到了就是未来社会、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数据，而且它这个数据我看了一下，很多基础都是用那个区块链作为技术基础的。也就是说，区块链在中国啊，不能变成比特币，不能变成虚拟货币，但是可以变成数据资产的一部分。这方面呢，我认为这是数据管理局成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啊，或者逻辑啊。第三个方面就是成立金管局。金管局这属于一个相对比较技术的领域啊，因为过去的中国金融监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银保监会是在中国人民银行下面，中国人民银行啊，其实类似于国外的央行。因为早期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有一些储蓄功能呢，后来储蓄功能没有了，这发行货币啊、外汇结算呢。但它同时，银保监会在中国人民银行下面。但有个问题，就是你如果纯粹就是一个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发行债券，你搞外汇结算，那你就不应该行使金融监管职能。金融监管职能是政府的明确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监管职能部门。所以这次从中国人民银行中间把银保监会拿出来，专门成立金融管理局，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借鉴了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个专门的金融管理局。那么你这个央行，你就只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当然你还有发行债券啊，作为外汇结算。那么金融监管的职能提升了。另外呢，这个证监会呢没有进入到金融监管局，因为证监会更重要，它把发改委里面的那么一个所谓的债券发行的权利啊，从发改委里剥离出来，交给了中国证监会。那以后地方政府你要想发债，那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因为过去它主要搞定发改委就可以了，今后要由证监会来进行批准。那证监会呢，由一个事业单位变成了国务院的一个直属部门，也就变成了公务员了。这有什么区别呢？这意味着中国证监会的权力今后有可能会变得更大。大家比较一下中国的证监会啊，跟香港证监会比起来，香港证监会的权力就明显大于内地的证监会。最明显的一点，就香港证监会实际上是有刑事方面的权利的，就是说你证券监管里面除了行政处罚，这个内地和香港都有这个权利。比如说这个企业啊，它不定期公开信息，或者公开虚假信息，或者操纵市场，你可以对它进行处罚。但是如果涉及到金融犯罪呢，证券犯罪呢，中国的证监会就得把这样的行为移交给公安机关，他自己是没有权利进行调查起诉的。但是香港的证监会其实就有这个权利，它可以直接起诉证券犯罪行为。所以在我的理解，中国证监会啊由事业单位变成国务院的直属机构，那也意味着中国证监会今后的权力将会得到提升。就这一部分的管理体系基本是借鉴香港的。整个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啊，这3大核心内容大概就是这些啊。最后我想说一下，就中共啊，实际上在面对国家管理过程中啊，总体来讲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你看这个数据管理局，我放眼全世界啊，各个国家的政府啊，好像还没有专门这样的机构，但是它呢，你看转身的速度就很快。当他意识到整个数据管理啊，数据资产是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特别重要的一块的时候，他马上
就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专门成立了一个数据管理局，是吧？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就是说，当他意识到未来10年中美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高科技领域内，他要重组科技部，他要在高科技领域内跟美国打一场所谓的竞争战，所谓的大国竞合嘛。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中共能力比较弱，随时要垮台。但我的观点始终是，千万不要轻视这个体制它本身内在的活力。今年的这个中国的 GDP， 他们这个数字发展的这个预期是增长5%。那么国际社会普遍给中国经济这个预期要高于5%的。那如果要是就算5%的话，这个速度也很快那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快的了，就是大国里面这小的越南咱就不说了那为什么它可以保持这样的经济发展活力？一旦从那种疫情的状况中间解脱出来，就是说它对这个经济领域内的发展，它还是有一些办法的。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它这种能力你很难把它当做一个说实在的一个对手。其实在这个我们面对对手的过程中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轻视它。所以在我看来千万不能轻视整个中国共产党这套体系它的这个能量。这一套这个国务院机构改革未来接下去就是李强接任。那么这一届新的总理上任之后究竟在这样一个体制下，能够跟美国的大国竞合中间会形成一个什么局面，最后会什么结果，我现在没办法预测。我们呢，拭目以待就可以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